颈椎的疾病症状非常的复杂，而且多样，它影响的范围上至头皮，下至腿足，甚至浅到表面的皮肤，甚至内脏都有可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这个很复杂的，又让大家很烦恼的一个症状，就是颈椎的病。那很高兴邀请到了名医陈朝龙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陈医师你好。你好，全球的观众大家好。颈椎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组成的呢？我们颈椎是我们整条脊椎的最上端，就是绿色这一块，它就是把头承接起来顶住头，那连接的胸椎，然后往下才是腰椎，然后才是肩椎、尾椎。那我们的颈椎呢有7节，胸椎这边有肋骨，它可以支撑，所以它可以让我们身体控制方向以外前弯后仰都可以做。再来呢，我们的介绍这7个颈椎这个是第一个颈椎，2、3、4、5、6、7这个叫做环椎，这个叫枢椎，这个负责左右旋转。那前后呢就靠其他一点点的转动。那旁边呢有血管，这个叫做椎动脉。那这个神经呢从每个这个脊椎下面的这个椎间孔出来。那脊椎跟直接之间呢有一些椎间板。所以一生病的时候，它有可能是椎间板突出，有可能是骨头的退化，有可能它造成血管的压迫，也有可能是神经被压迫。正确的颈椎应该是这样直的，就对了。我们的这个脊椎它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力学的结构它有2个曲的地方，一个凸的地方，凹进去的地方都是颈椎跟腰椎。它这2个地方也没有肋骨的这个保护，如果变得太直或曲度不对了，它就是一种伤害。所以我们正确怎么样保持颈椎有一点曲度的这个角度，我们要怎么样做或怎么样站呢？尽量就是让头呢在我们身体的正上方。人的一种自我的意识，他遇到危险或要看得更清楚，他就会头都往前伸。我们在专注的时候一定会这样子做，所以要常常提醒自己要缩下巴。一缩下巴的时候呢，那头才会在你的身体的正上方，这样会节省力气。我们一个头大概是我们身体体重的1/10，所以你增加15度就增加1倍的承载的力量。你比如说以60公斤人来讲，它本来要承载6公斤，变成承载12公斤。那再加15度、30度的话，就又增加了1倍，就变成24公斤。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正襟危坐，然后呢收下巴。收下巴以外呢，抬头挺胸缩小腹。那么颈椎如果它不在正常的一个曲度，它会产生什么相对应的一个？它角度不对的时候，它会比较费力。比较费力就容易比较疲劳，疲劳呢就容易退化，或者是容易受伤。所以平常使用的时候就要很小心。很多因为背部的肌肉太紧，脖子歪了背歪了腰骨盆这些肌肉太紧实就容易产生一些疼痛的现象。那平常一般人要怎么预防呢？有人说这个最好讲个地人疼这常常要这个保持这个姿势要最好，站有站相，这个坐有坐相了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平常在办公也好，读书也好日常的作息也好要注意自己的姿势我们刚谈到不要头一直往前伸，那要提醒自己要往后。比如说你在背背包的时候尽量不要背单肩最好平均的背双肩的背。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的这个书桌的摆放念书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子念不要趴着你用个书架让自己坐挺一点。那现在有很多滑鼠架、那手机架那个键盘架，这些都要摆设好，就是你日常生活要摆设好，甚至用一些头枕颈枕这个都非常重要。包括你的家具高低电视的摆放的角度，这个都会影响。那要怎么样去强化我们的这个颈部的这个筋肌肉让我们这个颈椎可以比较有力呢？强化颈椎的这个肌肉当然就是靠一些运动。我们平常躺的时间很有限，都是坐着站着或走路只要醒过来都是背在用力。所以你要强化这些肌肉，要训练要按摩的时候，我都会建议要躺着做。除了这个局部的按摩以外你可以练腹肌。在练腹肌的时候，你的前面的颈部的肌肉也会练得到。你躺下来之后，一定是只能往前、往上
或者说你脚可以抬起来啊，这个时候呢，你肚子软变硬的过程，它其实就在训练腹肌。所以我的很多患者都跟我讲啊，是不是练核心？我说不是练核心，只要练腹肌就好。因为你平常你其他背部的肌肉已经被你操得太过了，所以你只要练腹肌就好。因为我们核心主要的构造，它有包括我们骨盆的肌肉、脊椎两侧的肌肉。包括前面大腿跟后面臀部，还有腰的肌肉，这些都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只要练腹部的肌肉就好，最简单就好了。对，因为练腹部的肌肉，它才能让背部的肌肉休息。那因为腹部跟背部的肌肉是拮抗的。拮抗是什么意思？拮抗意思是说，一长一消。哦，你只要背部用力的时候，你腹部就是会被拉长；你腹部用力的时候，背部就会被缩短。所以我们平常啊都是背部在用力，那这个腹部就会被拉长。那我们反过来把腹部用力的时候，这边缩短，这边就会被拉长，就会被伸展到。像我每天我只做腹部的运动啊，背部的运动我大致上是不做的，因为我每天上班的时间都在练背部。哦，是。因为我们整个核心撑起来，当然撑起来之后腹部是有用力的，但是力量是比较小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如果你要训练你的这个背部变得比较健康，你先把腹部练强就好了，好，背部自然就会放松，一消一长，拮抗的这个关系非常重要。那除了这个躺下来的腹部运动，还有没有其他的姿势是可以教大家的？当然也可以专门训练颈部的动作，比如说啊，我们就用一个反向的施压，因为我们人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它遇到有一个反压的时候啊，它自己身体才会开始调节的比较准确。比如说我这样子前点的时候啊，自己这样前点或后仰的时候，这个力量其实你感受不到有被拉长或是压缩，但是我把手呢放在后脑勺的地方，我在往前的时候跟往后的时候，它那个力量就会主动的增加很多。在我们运动学里面，这个叫阻抗训练或者阻力训练，这种的训练才会有效。所以我们平常就可以用那个自我施压的方式来训练我们的那个颈椎的肌肉。对，包括你旋转也是一样。比如说我要往左转，我就把它顶住，让它左转，那这边就会用力。哦，你是逆向的，不是顺向的。对。好，那你当然也可以加，比如说往右转，我要给它加个压下去，也可以，因为超过它的极限，它的收缩的变化就不一样。那有时候还会配合毛巾操。平常洗脸的毛巾拉成一直线，握住两端，弄成一个 U 字形，放在我们的颈部。在操作的时候，脖子往后仰，但是注意下巴要同时往后拉，不能抬起来。做完之后换一个角度，先向左转，两边同时用力，脖子往后，两手往前。每次做10下左右，前面做10下，左边做10下，右边做10下。颈椎附近有没有什么穴位是我们可以按摩，然后让我们的放松比较不会有受伤呢？在介绍穴位之前，我先给大家复习一个观念啊，牵力法动全身。是。那我临床在治疗颈椎病的时候，我一定会从它的腰臀的部分啊先放松，因为这个我们腰臀的部分这些比较量体最大的肌肉，它是一个储藏室，在颈椎痛的时候，它也会借由这个腰臀的肌肉呢来做一些代偿，所以可以先放松腰臀的肌肉。然后呢，再找一些局部啊靠近我们痛点的穴位啊，比如说风池穴啊，就在我们后脑勺凹陷的地方啊。那肩颈穴啊，就是我们这个上斜方肌最高的点啊，这个叫肩颈穴啊，两边都可以按。不管是痛一边或痛两边的时候，你都可以按。还有呢，我们的大椎穴，大椎穴就是颈椎跟胸椎交界的地方，也是在第7颈椎的附近。还有一个膏肓穴，是我们常提到的病入膏肓那个膏肓穴，但是这种疼痛呢不是真的病入膏肓，在我们脊椎呢盘开3寸，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穴道。但是呢，一般会造成这个颈椎的疾病啊，大部分还跟手有关系。
哦，为什么？因为手施力的时候会把力量传到我们的脊椎。那教一个最简单的动作，你2手叉腰，绕肩膀就好。整个头是不动，这样就可以动到这个背部所有的肌肉，也可以动到颈部的肌肉。那想问一下，在节目的最后，就有些人在想说，我落枕到底需不需要看医生呢？落枕我还是建议你要到这个诊所去给医生看一下，不管是中医或西医。为什么？因为它可能就是我们颈椎病的前期，它只是要告诉你我已经有问题了，包括你一点点咳嗽、打喷嚏眼睛不舒服耳鸣了，我还是建议大家要给医生做一个正确的诊断之后，才来评断说你这个要不要继续治疗，不要自己当医生。好的，理解。今天非常感谢医生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一般以为就落枕嘛，不过休息个2-3天可能就好，那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它潜在的造成的一个长期性的一个风险。那非常感谢医生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谢谢您。谢谢各位朋友，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